Hello，大家好，这里是加密阿尔法，很高兴跟大家见面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024年2月19日周一下午的4点32分。今天我们来聊一下 Discord。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功能非常强大的社群平台，用户也是遍及了整个游戏、科技、艺术等各种专业领域。那么其高度的制定性和应用性也是获得了广泛的好评。那我们如何使用 Discord 呢？我们现在转接到它的官网。Discord 它除了支援 Windows MyC 版的下载之外，你也是可以使用到 iOS 的手机或者是安卓的手机，都是可以进行使用的。那我们这边演示的话，就用了我们自己的本身 Google 浏览器进行这样一个实战操作。那么首先我们打开了这样一个页面，那么登录的时候它会需要让您注册到使用的用户名，那这个环节我会去跳过，它其实跟你注册邮箱其实是类似差不多的，其实就相当于是有了自己的一个注册账号而已。那么内容也是非常简单哦，可以绑定到自己的国内手机号，也是可以绑定到自己的邮箱。邮箱是最为方便的，因为是可以截取到一些验证码的。使用完验证码之后是可以登录到 Discord 并且可以使用。那完成注册之后，我们就进入到这样一个页面。首先这样是空白的一个页面，那么有以下几个板块：好友、在线、全部待定啊等这种类似这种小功能。我们这个时候转接到我们的右下方左下方，就在这里。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名字和 Discord 的账户，那这边就是我们的账户名，也就是用户名。如果进行添加的话，是可以直接复制到用户名进行添加的。那么你如果要让别人添加自己的好友，你先把这个copy一下，然后就可以在这个方向上，就在这里输入一下，然后直接发送好友的请求就可以。那我这边做一个简单的演示啊。那我自己本身就有一个那个 Discord 的账号，那我们这边把它复制下来，然后进行这样的一个粘贴。粘贴完成之后，去发送这样的一个好友请求。那么需要验证一下，因为可能是在同一个浏览器当中登录了2个账号的 Discord， 所以它需要这样进行一个人机验证。然后验证完成之后的话，我们去发送这样一个请求。那么成功发送了这样一个请求，那么也相对应的，我们会在这里接收到一个这样的一个请求方式。那我们点击一下接受。这边的话，它就会存在在我们的这个板块当中，这样你们就是一个完整的好友了。那么再点击到回入到之前的创建的新账号当中，那这里也会有所体现啊。那我们继续点右下角，点击到铅笔的这个方向上。那么它是对于个人资料的一种更改啊，比如说我们想换一个个性炫酷的头像，想设置一下我们的个人资料的方向，包括是一些装饰啊、个人效果啊等等类似的，还有一些其他重要的设定，都是可以通过这个板块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操作的啊。那么涉及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比如说你进入到个人的资料的编辑页面，你可以在这里变更自己显示的名称和头像。如果你想要让系统自动过滤一些滥发的广告讯息，以及是否愿意接收频道成员的资讯，那么此外你也可以指定什么样的身份向你发送怎样的一个好友请求。那么在使用 Discord 的时候，你也常会看到一个叫 Natural 板块的这样一个，那么使用到它其实是一个付费订阅的服务了，那么可以让你拥有免费的比免费用户更多的福利和功能。跟 Natural 相同板块的还有一个类似性质的服务，叫做服务器的助力啊。那么服务器的助力，它是由社群成员通过付费的订阅，然后来赞助自己喜欢的频道，进而让频道能解锁更多的功能和优惠。那么我们刚刚演示过了如何进行添加对方为好友，那么他就会接收到好友请求，那么同时也会体现在这样的一个板块当中。那么我们如何去加入一些服务器呢？
那么点击到这里的一个感叹号的这个区间啊，那么添加服务器，你可以亲自创建，你也可以从不同板块当中去选取你所感兴趣的板块，比如说它有游戏、有学校俱乐部、有学习小组、好友、艺术家、创作者等等等类似的。同样，如果你已经有了邀请的这样的一个链接，那么你也可以直接选择就是加入到链接的服务器，那么这边的话就是会有相对应的邀请链接，加入过去就可以。那么我们都知道 Discord 把它当成2-3个朋友私聊的工具，仅仅是它众多功能中的冰山一角，它最强大的地方其实是在不同的社群当中，像这样的一些社群当中，甚至是可以逐步发展成为更大的社群，容纳上万甚至是几十万人。那么如果你有属于到它的邀请链接的话，那么你是可以直接加入到对方的这个伺服器的。那么怎样进行添加呢？就是在这个方向上，你可以从不同的板块模块当中开始，有游戏、学校俱乐部、学习小组等等类似的。那如果你有了别人给你邀请的链接的服务器，你也是通过邀请链接的这样一个形式去加入到它的服务器当中。那么同时，我今天会给大家是亲自创建这样的一个服务器啊，那么不再是以演示的版本，那么这边是直接开始实战的一个操作。那我们把这个服务器创建出去，然后这边的话会有一个选项，那么仅供我和我的朋友使用，或者是供俱乐部或社群使用。那么你如果不确定的话，可以跳过该问题啊。如果你创建这个俱乐部是为了供大家一起使用的话，推荐你使用到第2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我们这边先跳过这个问题，那么自定义我的服务器啊，那么同时，既然是服务器，你可能也有需要一个比较响亮的名字，一个非常炫酷的头像，这边都是可以直接进行这样的一个创建方式啊。那么我们这边去完成这样的一个创建之后的话，我们就会得到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频道，那么一个全新的伺服器就产生喽。那么新建好的服务器的话，那有2个频道，因为且仅有2个频道，你可以把频道的这一个总的叫做主房间，然后这个叫做小房间。那同时的话，你可以去进行这样一些简单的设置啊，比如说它的名称叫什么啊，它的频道的主题是什么？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是一个电影的主题，那么就需要用到电影的这样一个尽可能跟电影有关系的东西元素在这个频道当中。然后简单介绍完这个频道之后的话，那么它可以在频道的这边去添加一个新的一个频道，那么去创建一个新的频道。那同时你也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邀请到那个你的好友啊，甚至等等类似的都是可以的。创建完成之后的，它会实时显示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其实它是子环节子的一个频道。创建完成之后的话，它是依然可以选择到，比如说我们点击一下右键，然后也是能进行这样一个创建频道的，所以不一定是要在这个方向上进行一个创建。那你这边的话其实是就可以出很多，但是这里创建的频道是大的频道。比如说我这边扣一下1的话，那么它创建的应该是单独的一个频道。那我们去根据这个频道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类推。那么很多去做一些项目的时候，你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它这里有很多不同的板块，比如说我们最近很火的 Webomb， 还有 Welcome， 它有一些就是这种类似的环节，这边都是有所体现的啊。它这边做其实就相对来说是非常的完善了，内容是非常完善了。然后我们这边继续回转到我们的初始的创建的账号去做这样的一个演示。那么你这边会有一些就是你的标识啊等等类似的，然后同时你的组织活动这个边的话是实时共享到你所有的频道当中。那么这边今天其实就不细说这些东西了。那么如何去创建到属于你自己的一个频道？那我们这边有了自己的伺服器之后啊，我们今天的干货就来了。大家都知道，几乎所有的人工智能 AI 项目都会把 Discord 作为它的主要信息发布渠道和交流群组。
那么从 ChatGPT、Midjourney 和 Stable 等等类似的这种类似，那么但大多数的 AI 群组它其实信息都是英文的，那像我们现在目前所示的板块，它就没有任何中文的痕迹啊。这对于很多英文不太好的人来说的话，看起来非常费劲，因为你不可能通过聊天的时候，因为你这边你比如说不懂这个英文信息，你要把它翻译成中文，那么你就要转到另外一个网站去进行这样一个翻译。它的这个板块当中是没有任何就是那个翻译的啊，就在 Discord 当中是不会有任何翻译的。比如说在这里，它是没有任何翻译的选项可言的。那这个时候的话是非常费劲啊，去沟通啊。那比如说你去回复他的话，你要把它翻译成中文的同时，你自己的中文也要去翻译成英文，然后这样才可以对等的交流。但实际上你是要多花很多时间的。那我今天会介绍一个插件啊，那么它是中文翻译的插件。这个翻译的神奇是不仅可以把英文的信息翻译成中文，也可以把中文，就是你发送信息的这个板块，如果你输入的是中文的情况下，它也会翻译成英文，非常方便啊。那我们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插件安装。那么首先就是这样一个插件的下载位置，我到时候会把插件的分享给视频的简介处，然后到时候大家自行去下载就可以了。那这边下载完成之后，你看它累计使用了一共是有3173万的下载量，非常大啊。那我们这边其实刚刚是已经有下载过，就已经下载完成了。那么它的内存量是在74.5这样的一个区间，那么也不是很大。然后下载完成之后，我们找到它，然后这边去进行这样一个打开。打开之后的话，它就会自动去解压到。如果你是 Windows 的话，也是没有关系的。那我们这边进行这样一个操作，然后我们双击去点开这样的一个应用程序。那么，如果它出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我们去设置的页面当中，点击一下信任就可以了。它应该是在隐私的这个隐私与安全性，然后点击一下，应该是有一个这边它有一个安全性啊，那么已阻止等等类似的，那我们继续选择人要打开，然后使用那这个就是密码了。打开之后的话，就是可以打开它，然后这样应该就是可以了。那我们等一下它的响应时间。程序的话也已经在这里，就是已经开始了。那我们点击一下，看完之后，点击一下这个我接受，然后点击一下 Next。这边的话去勾选到第一个板块啊，选到第一个板块，然后的话还是同样的。如果你不选这个的话，这个是没有办法做的，那你还是同时点开第一个板块。然后这边的话就等待一下它的安装就可以。那么这边已经是变成绿色了，然后我们去点击一下 Close。那这个时候的话，它应该是会重启掉这样的一个 Discord 的环节。那我们如果它没有进行重启的话，我们就自动刷新一下。有可能会出现，就是网页它可能就是会不太能自己刷新了。就是如果网页上应该是不太能用到插件吧，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是需要用到 APP 啊。我们转接到 APP， 然后那个插件下载完成之后，就是我们刚刚那个安装完成之后，它实际上是会自动打开 Discord 的。如果你有 Discord 的 APP 的话，它会自动打开那个 Discord 的 APP，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不要管那个页面了，我们再回到之前的那个版本。那么你在这个板块当中去选一下，然后去输入到这样一个 translator， 那么输入完成之后，你会发现有这样一个，那么去把它下载。那么它目前是已经有了140万的下载量，那么星数是会在763。那我们把它下载下来。这应该是广告。我们去把它下载一下。
那么随着 Translator 的下载完成之后的话，那它是在这里有所体现。下载完成之后，我们转移到 Discord 的 APP， 那么选择到这样的一个用户设置，然后等待它的跳转。跳转到用户设置之后的话，这里有个插件啊，插件的话就选取到我们刚刚有下载的这样的一个，然后我们去把这样的一个拖到这里来。然后把这个页面划掉，然后我们这边已经下载完成了，就是这边，然后我们去点击一下启用，然后它这边说已启用到了这样的一个 translator， 啊，它会让我提示下载2次嘛，然后这边就已经安装完成了，你只要把这个点开就好了。那么这样之后的话，你再回转到那个原先的这样一个，你会发现它多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板块，就是文字翻译啊。文字翻译的话，那么点开这个检测的语言啊，那么这边的话，你就输入到这个频道当中会使用到什么语言，它支持中英等等等各种语言，然后我们这边去输出的语言的话就中文，然后检测语言的话就在这里所去选。我们发送的信息当中输入语言的话，我们应该是以中文的形式，那么发出的语言的话就变成英文。那这边我就先勾选一下中文，然后这边的话出去的话就是英文，选取一下 English， 然后这边语言的话就是 Google， 或者你备用的翻译器的话就可以选择百度。然后这边的话，翻译你发送的信息时也会发送原始信息，这个你可以不用勾选。那么翻译收到信息时还是显示原始信息，发送前翻译你的消息都是可以选择的啊。那这边我们去做一个这样的演示。那这边我弄完之后，比如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频道当中，我去把这个作为勾选一下，那么我们去翻译一下。这边可以选择一下，比如说在这里点击一下，可以翻译一下信息。然后它这边就有翻译了。那如果你把桌上的东西全部涂成绿色，那你就是个笨蛋，好吧？这边就是翻译啊。那么如果你觉得看不明显的话，我们再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翻译。那么翻译信息。然后翻译完成之后的话，还是要去转接到那个，那我怎样才能获得这样的 risk？ 那么这边就是 how can I get？ 然后这边你比如说他说 hello， 你说那个现在是5点21分，你说good afternoon 也好 good evening 也好都没有关系。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你去发送这样的一个，哦，你说的应该是中文。这个时候，然后它就会自动翻译成那个 Good brother at no， 它就是自动翻译了。那如果你在这个频道当中就是想说中文话或者是其他语言的话，你都可以去进行这样的一个那非常非常好用，非常方便。然后这边就是今天的干货内容教学。还有一个是，比如说你这边有很多种不同的板块，那你觉得太烦了、太复杂了，每次都要去处理不同的消息，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它移到同样的一个文件当中。有一些项目啊，撸毛的项目也好，或者是其他项目也好，你就可以把它放进去，就这样子。那你去整合它，整合它完之后，你去把它点开，其实就像是一个文件夹的一个形式啊，那也是非常简便的一个小技巧。
如果要寻求到 Discord 的白名单，目前有2种方式，一种是邀请好友的这种形式呢，也要看到项目方是否给到这个白名单的资格。邀请好友的方式，那么点击一下这个每个项目方的这里，然后点击邀请其他人。我们点击一下邀请，然后就会获得到这样的一个，那么请注意一下它是否是乱码，因为有一些项目方它使用的码数是统一的。使用到乱码的话，它就说明这个是你单独邀请的一个链接。那么这个邀请链接它会在7天内过期，你也可以编辑一下，你比如说是在7天，或者是1天，或者12小时，或者是永远不会过期。然后包括最大的使用次数也是可以，比如说你这一个邀请链接最多可以只容纳10次的使用，这边都是可以的啊。那么同时也会有这种临时资格、成员资格的这种剔除。这边都是可以啊。那么这是一种获取白名单的一种方式，另外一种获取白名单的方式是在你的讨论群当中是否是一直都是会活跃的。比如说你是一直在聊天的，我们就可以列举到一个可能在马上会比较火的 Lomitara， 它应该是在那个这个月底的时候应该会重新开始测试。那么这边你就保持积极的活跃度，有活跃度越高，那么获取白名单的资格就会越多，几率就会越大。这是目前我所知道2种获取白名单的方式啊。那我再次说明啊，就也要看项目方他给不给这个白名单的资格，有没有白名单。如果有的话呢，一定是会给到的。就这2种方式，一种是邀请的人数越多，然后你就获得的权越多。那么如何去看一下自己是否有邀请多少个，以及是否有邀请成功呢？那么这边我们去找一个有邀请的板块，我去看一下。那首先是在这个板块当中，然后这边点击一下那个 events， 那么这边就是你邀请的实时情况，然后你去问他的时候，注意要有一定的格式啊。这个格式的话是，稍等一下，我去找一下啊。它有一个输入的格式，比如说。这里格式是这个啊，一个斜杠，然后加上1万词。那么我们去给它发送这样的一个讯息，然后我们去点一下，然后它就会回复你。那看频道吧，它有可能那个一般都是机器人回复啊，机器人回复会比较快一点。它这个频道可能暂时热度没那么高，所以它回复起来会比较慢。所有的这边它会提示到你邀请了几个人。然后有几个人中途离开了，有几个人是否在这个频道当中，就是会显示到几个，它计算还是会比较的明显的，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它会比较的苛刻。然后这边就是今天所讲的具体所有内容啊，那么也很感谢大家能听到现在。如果你觉得我本期视频对你来说还是有所帮助、有所收获的话，是否解决了你平时在使用 Discord 的一个难题？如果有的话，请给我的视频点个赞，然后你的点赞、转发加评论是对我最大的肯定。日后我也会出一些基础的教学，如何去使用到一些 Discord， 如何在Telegram 当中横行霸道等等类似的。那么我们这边都是会去做一个基础教学的这样一个形式。然后也是让大家完善这样的基础，后续在使用的时候会更加的方便简洁。那么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拜拜。